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今天比特币继续了一个下跌的趋势。那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昨天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是过于我们预期的。我们看到上方在小日线级别上有一个11440均线，我们预计的反弹目标位正是这个11440均线$68,000附近。但是我们看到昨天盘面上$66,000，比特币就开始了重新的一个下探的过程，并且呢，在今天午盘时间点再次逼近前低$60,000附近。这意味着比特币目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震荡行情当中。那么这个震荡呢，我们首先是看到了第一次回补动作。这里的回补动作呢，是回补从$67,000到$60,000这样的一个区间快速下跌的一个过程。第一次回补之后发生回落，我们认为在接近前低的这个位置上有机会存在第二次回补动作，最终形成一个在下方的收敛三角形。那么这轮行情走得非常弱势，但我也不认为本轮行情在比特币的下跌过程当中能够走出日线级别下跌形。那日线级别下跌形一旦发生的话，我们看这里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了，八节阴线走出来了，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如果出现的话，那么下方的支撑位是在$54,000，也就是说下方支撑位呢是在日线级别的11440均线附近。这个是大概率有可能发生不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毕竟呢，我们今天盘面当中看到美股连续出现下挫，那么一旦出现日线级别下跌形，我们的止损位就要设置在我们看到的盘面当中$59,000附近这个位置上。对于多头来说，一定要设置这一个止损。那么还有4个交易日就要面临比特币的减产。那在减产之后呢，我认为比特币会有一轮行情。那么这轮行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原因是目前虽然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和下跌，但比特币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这个高位的发生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方已经出现了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那么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目前没有出现日线级别下跌，就将悟空阳线后面6根 K 线都当做悟空阳线所遇到的干扰性 K 线。那么这组悟空阳线走完之后，上方是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总而言之呢，本轮减产行情一定会来，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不要让自己在这个仓位和金钱在调整和震荡过程当中受到损失。今天我们看到 AI Coin 首页云图来看，大部分币种都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整个市场都处在一个由于比特币反弹之后回踩的过程当中，二次回踩的过程当中，大部分币种都跟随了比特币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但这轮行情我仍然认为 BNB 在这轮行情当中存在机会，原因我昨天讲了一下， 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目前结构，在周线级别及日线级别上已经接近了一个震荡过程当中的一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方是存在0.009啊，注意看啊，这里是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存在这个压力的。但这个压力一旦在它完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阿僧阳线的过程当中，容易发动突破。一旦突破 BNB 将率先出现领涨行情。那么 BNB 我们看到本轮在调整过程当中也是显得非常强势。在昨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到它出现了反弹，今天的回踩过程当中依然处在它的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啊，调整之后呢，我们画出它最多的波峰和最多的波谷，连过来之后，我们看到比特币是跌破了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但 BNB 在这轮行情当中的强势让 BNB 仍然在底边线的支撑范围之内。那么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非常清楚了，这个位置上存在$540的支撑。不跌破的情况下， BNB 在不断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仍然存在继续冲高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对于 BNB 来说正在酝酿的是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一旦创出新高， BNB 将势不可挡。同时呢， BNB 平台有
这轮牛市行情当中不断的上新，不断的出现 ledge pool 这个质押挖矿。那在这个质押挖矿结束之后，这些次新币种它的资金流通过 BNB 和次新币的交易对重新回到 BNB 当中来， BNB 自然产生了不断上涨的趋势和动能。因此呢，这轮行情比较看好的是 BNB 能够在很快到达$1000。那么市场当中出现非常多的被这轮下跌错杀的币种，我们昨天就提到了 UNI 那 UNI 呢，我们看到低点已经在$5.8附近，那这个位置呢，已经进入到前面行情当中震荡过程形成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支撑位。那这个支撑位呢，是由一个收敛三角形构成。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曾经一度跌破之后呢，进入$4附近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然后出现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快速上涨。正常它的趋势和逻辑，它可能走出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欧会走出一个类似于 BNB 的走势。但由于美国 SEC 起诉了 UNI， 它出现了一个崩盘式的下跌。但这种下跌呢，往往给多头和现货带来了重新布局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看到UNI 在本轮行情当中做了2轮日线级别下跌休踩到了200日均线附近。那200日均线下方就意味着它是一个黄金坑的区域，在这个位置上买入筹码是相对来说安全的。同时呢，再往下一些是对于 UNI 的一个筹码支撑位。同时呢，在 Web3 这个板块，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 UNI 来说，我们认为它是 DEX 交易所的一个龙头老大在 UNI 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24小时成交额，它在以太链上和 ARB 链上，还有 V2 的以太坊链上大概是超过了$20亿，这是遥遥领先于市场当中。别看目前 Pancake也就是 Binance 平台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交易所非常火，但目前它的24小时成交额仅有5268万，这意味着 UNI 目前仍然是市场当中的龙头老大，具备投资价值。那么 UNI 目前在市场当中的应用同目前的价格形成了一个高度背离。那与此同时呢，被错杀的还有最近前段时间我们提到的 BL 呢，是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的币种。那么经过这轮调整，我们看到连续下挫，并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休。线级别下跌休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阴线、八金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直接插针到144日均线附近。我们可以看到它本身是一个5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还有200日均线突破三角形结构的一个上涨过程。上涨过程当中连续突破之后进行了一个回踩之后继续上行，到达了$2.688。但是这轮行情出现的比特币的快速回调， UNI DeFi 板块的快速回调，让 BL 被错杀在此。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它的最大下跌幅度超过50%，达到了惊人的70%。这意味着对于长期在底部盘整1年有余，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是从23年1月一直调整到24年2月长达1年时间的 BL 来说，进入到属于它牛市前期的一个黄金区间、黄金坑的位置。我们看到下方是它的紫色这个区块，是它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区域，在变盘这个区域上发动上攻，快速下杀回来。那么对于这种被错杀的币种还有很多，大家伙可以进行一定的关注。我们可以看一下 Binance 平台 ledge pool 上新的 ENA 那这个是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的一个币种。我们可以看到在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我们看到这个区域上是非常容易发生变盘的，所以呢我画出了一个收敛三角形，那在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回落。那么在回落过程当中，我们仍然看到 ENA 是强势于其他币种的，并且呢在目前的震荡过程当中可以认为它形成了一个震荡的横盘的收敛三角形结构。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还等待观察的过程当中，如果跌破的话，下方进入到$0.8附近的黄金坑的区域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的位置。同时呢，越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越容易发生变盘，如果出现回踩下跌跌破支撑线，那么进入到黄金坑的这个区域之后，容易在近焦点区域后方动反弹。这也是未来在比特币减产之后对于 ENA 来说这种热点币种容易做出的一个动作。
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购买我的这本书。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伙加入我的社区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